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昨天呢，我老婆呢，她给我分享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由西班牙德尼亚官方网站的一个政客写的。然后呢，这个德尼亚呢，是距离我们这边不远的一个城市。本来呢，我们也想就是在那里定居的因为那边呢新造了很多的房屋，并且呢，就是我看病的医院呢就在那个城市。这篇文章呢，它是由那个西班牙 PP 党，就是人民党的德尼亚主席，名字叫什么？叫贝贝。贝巴对，他名字叫贝巴那这个贝巴主席呢，他写的，然后看了以后呢，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有一种非常想哭的感觉，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不但写了很多就西班牙社会当下的一些情况最主要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真实，对吧？那接下来就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呢，叫西班牙不是靠讲故事、做表情、摆可怜和慈善就能搞好的。多年来呢，我们这一代人始终相信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承诺：只要肯努力、愿意学习、踏实工作，就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如今这个承诺已经破灭了。在德尼亚，在马里纳阿尔达，马里纳阿尔达呢，就是我们这一片和德尼亚这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区域都叫马里纳阿尔达。甚至在整个西班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努力已不再有意义，能力与才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机会更多取决于出身关系，或是否得到一些随意发放的补贴，而不是凭本事取胜。现实摆在眼前，有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年轻人依然无法独立生活，有工薪家庭辛苦一整月却难以应付日常的开销，有创业者和个体经营者不但无法提供就业，反而在沉重的税负和行政压力下苦苦地在维持。与此同时呢，那些本应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却热衷于炒作争议、制造噱头，而非理性治理、务实作为。住房问题成了横在年轻人面前的一座高墙。在德尼亚，很多年轻人连租房都负担不起，买房更是遥不可及。我们已经习惯了拿出一半的薪水去支付房租，却依然看不到有力的结构性改革来扭转这种不公。这不是什么政治立场问题，而是基本常识。如果整整一代人都无法实现独立生活，这就说明系统本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对个体户来说，情况同样艰难。他们即使没有营收，也得缴纳固定的税金，收入还没有到账，税金却要提前去缴纳，每个月还要应付繁杂的行政程序。但是当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面对的只是官僚体系和无休止的手续。自主创业不应该是惩罚，更不应该成为贫穷的另一种形式，而是应该受到尊重，被看作一条正当而体面的职业选择。曾经代表希望与进步的教育，如今也不再保障未来。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断签着短期合同，短期合同就是他们这边的临时合同、半保合同或者被迫远赴海外寻找出路。很多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生活的比自己还辛苦，而政府对此回应的只是空洞口号，毫无实质对策。社会的向上流动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视人才、鼓励发展的经济体系之上。
而这个体系如今陷于不稳定和改革乏力的困境之中。通货膨胀让一切都雪上加霜，生活成本也在持续上涨，电价、油价、食物、房租样样都在涨，但工资却原地踏步，劳动条件也没有改善。政府给出的回应是一些广撒网式的补贴，不但无法精准帮到真正需要的人，反而让更多人陷入对系统的依赖。我们不想靠补助生活，我们只想靠自己的劳动与努力过得体面。这不是在要求更多的福利，而是在呼吁更大的经济自由和对奋斗者的真正的支持。能源转型固然重要，但如今的推进方式却显得混乱且毫无规划。断电、价格上涨都是政策脱离现实、过度宣传而忽视实际影响的效果。可持续发展不该通过一纸政令强行推行，而是要兼顾家庭和企业的真实承受能力。数字化也是一样，比如原本利益良好的数字工具包 Kate Digital 项目推进缓慢，监管不力，成效远低于预期。不少公司和服务机构至今还未收到1年前工作的酬劳。这不是在推动现代化，而是在制造更多挫败感。更让人担忧的是，公众正逐渐对腐败失去应有的警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腐败丑闻仿佛已经成为了背景噪音，不再令人震惊。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当社会不再对权力滥用、欺诈舞弊、以权谋私感到愤怒的时候，社会的核心信任机制就已经开始崩塌。许多人觉得这些事情对自己没有直接的影响，就默认这事就一直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常态，无论是作为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的公民，腐败不仅掏空了国家的财政，更摧毁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而没有信任就没有健康的民主制度。我们西班牙 PP 党始终坚定地说，这个国家迫切需要一场伦理上的重建。我们要的是一种以真实、责任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的政治文化。我们不能一边要求人民努力工作，一边自己却不以身作则。现在是时候告别虚伪，重新回归价值，重拾对认真工作的尊重，对诚信的信仰，对言出必行的坚持，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人本身。西班牙不需要更多的政治宣传，也不需要更多无谓的对立与撕裂。这个国家需要真正的改革，需要能让努力和才华重新有价值的政策。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成果。需要的是目光长远、有担当的领导人，而非只在乎下一个新闻标题、下一个选票或下一个政治对手的算计者。我们在德尼亚，在马里纳阿尔达想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默默接受这个国家的问题被长期搁置，不能再让政治变成表演。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严肃认真的国家，一个能奖励努力、惩治腐败、让人重新燃起希望的国家。那么这个西班牙的 PP 党呢，也就是人民党呢，是目前的在野党。但是呢，就很多的那个地方的政府啊，他们就是也是联合执政、参与执政的。那么这个作为在野党呢，就是这个 PP 党德尼亚的主席呢，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就是真实，就他我觉得没有就是隐藏啊，或者说去过分夸张，对吧？我觉得像那个 VOX 党，就是那个提出要驱赶移民的那个党，他们的口号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行动也好，我觉得就是说，不那么贴近现实，对就是感觉是很夸张的，比如他把整个一个问题都就是归咎到移民对身上，归咎到移民身上，对，
但是这个人民党呢，我们觉得他就是更务实一点啊，然后呢，他讲的问题也是，就是他敢于去这么讲啊，但是呢，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啊，就我们也看到不少文章，对吧？但我们觉得他的文章，我觉得理性、尖锐、有力度、真实，而且有温暖的感觉，就他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就算是他们这个在野党，他获得了胜利啊，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很多整个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像租房很难，物价上涨，对，物价上通货膨涨，对，就是你的工资，付掉房租，他说一半付掉房租，对，然后就没钱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国家都这样，你像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对吧？基本都是这样的。就如果不是你有存款，或者说，就家里面给你点支持点，就完全你靠自己工作。就普通人吗？对，普通人，就完全靠自己工作，这个是很难的。就你基本上存不下什么钱，对吧？而且就是你也不敢失业，所以就是我觉得。即使是他们在野党他以后获胜了，他说要变革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国际性的现象，这个不是一个整个西班牙的这个问题。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说，他还是把西班牙这个问题讲出来了。这个我觉得比很多就是鼓吹就不停的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就我们从移民的角度上来讲，就比如说很多移民中介做宣传、做广告包括我们自己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吧？对。就移民中介跟我们说的都很好。那当时呢，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比如说我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我之前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然后我后来只能赚1万块，那我觉得是不是考虑要移民？要到一个地方，对吧？比如说中介说这里洗个碗，那个扫个地，你就能赚1万多，那就是你的脑子可能就一下子觉得，那我还有一些存款，我先去学学语言，然后我先生存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过一些年，我也参与到这个社会当中，然后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很好的，然后随便找个工作嘛，你看扫地都有1万多，对，那我要是干个什么别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赚个几万块钱，对吧？或者做点什么小生意，对吧？就对于这个社会的情况或者说税收什么的，反正都不会去很仔细的去了解，尤其是很多咨询我的人，有很多是非盈利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年龄呢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还要大一点，这个非盈利也不是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从中国来的，就咨询我的人很多人是华人，他们可能从澳洲从英国从美国或者加拿大对吧？他们要到西班牙来，因为其实现在就像我前面说的，可能在整个世界上就是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美国这2年的物价通胀的很厉害，对吧？英国现在说反正咨询我的人说也是挺乱的就物价也是很贵的，还有能源什么的那么就是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就真的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就这个西班牙又是物价很便宜，又是那个能够未来就是找到工作哪怕这个工作或者这个生意只是能赚就是说就比如说扫地能赚1-2万块钱这样的，反正我生活够了嘛，反正我还有一些储蓄嘛，我先去用着嘛，对吧？然后呢对于孩子来讲就反正也是更国际性的教育，或者是就是反正这教育也不差嘛，对吧？还可以上私立学校什么的，就这样的文章就他这个写的就让我感觉，首先我就觉得就是说就先说孩子教育这个吧，我觉得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什么硕士什么这种就找工作也找不到什么的，对，这种就是反正打破我之前的一些想法，就在我之前的想法里面，就我觉得应该只要是一个
这边的一个学历，对吧？对就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或者比较接受，就是认可度市场价值认可度比较高的。但事实上，就这样的一个像他说的这样，就是并没有。要知道一点，就是德尼亚这个城市，它现在其实是很多德国人，还有就是一些欧洲的有钱人在那边买的那个房子，在那边度假。就我们去看那边的一些新的房子，差不多售价都是在50万欧元以上的。对，就公寓。对，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的城市哦，就它不是什么很大的城市，不是什么巴塞罗那，不是马德里，对吧？但它的房价其实并不是特别便宜的。对。那在那边应该来说，经济也算是还可以的一个地方，对吧？但是他说那些人工资，就是租房子什么都很困难啊，或者生活很困难什么的。就这个会让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就我跟你也讨论，就这种对孩子这种教育，就现在在我看来，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我去付他一个什么国际学校的费用啊，或者去学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认知，除非你真的就是能够发明机器人，发明什么 AI 啊，就是你是这种发明家，对你要是普通的，你说你要去做个什么医生啊，做个什么律师啊，或者做个什么正常的普通的一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跟你的这个是否接受精英教育或者我们认为的那种国际教育并不是的。我觉得相反，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这种突发的东西，对吧？这个我又要说到那个谁，那个老黑因为老黑呢，他之前买那个比特币，一直被人说，对吧？反正老黑他到底买比特币赚钱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不关心。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来这边，他也曾经去就是打过工嘛，像他说的去什么工地啊或者什么地方打过工，餐馆，对吧？但是呢，他后来去就是考虑到要去搞，比如说比特币、数字货币这个东西。要知道，就是比特币的老板，就是那个币安的一个老板，这个赵长鹏，他从一个普通的职员一直到就是华人首富就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不是说我们要去搞这个比特币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不能就限制在一个传统的思维当中。从这一点，就是我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是比较认可老黑的他的这一点就是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我原来我是来这边我是，比如说他说我要做这个餐馆做什么东西的，就你按照现在这种情形来看，就是你这样去操作，你没有办法，就连生活可能都很难，对吧？那这个老黑后来他搞了什么油管啊，或者他后来搞了那个什么数字货币对吧？就是我觉得他不停的他在寻找新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是压力或者别的这种情况下面，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移民来讲，就现在的什么大家还要办非盈利移民办投资类的移民尤其是要换国家的就不管是从这边换到别的地方，还是从美国什么换到这边来，还是从什么英国换到这边来，我觉得大家都是要考虑清楚，因为真的就可能想象的一个环境，可能跟你现在所处的一个地方也差不多，所以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我们现在也发现，对吧？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这个真的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独善其身就可能真的就没有完美的地方对，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地方。就西班牙，它也有很多有西班牙的问题，你美国也有很多美国的问题，你中国也有很多中国的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就不是靠说移民找个地方重新开始能够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就讲讲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妹妹，她也咨询我，对吧？就她原来在加拿大，然后呢，她后来去了新加坡，但新加坡呢，她觉得国家太小了。她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呢，她待了其实也好几年了，就她的工作岗位也不错的，
是一个就 manager 的这种岗位啊，然后也是做那个就是互联网广告的，就这个国家呢，他觉得太小了啊，那人到了一定年龄嘛，他也想就是过得稍微就是怎么说，他们这边老说这什么节奏什么。节奏慢一点，慢生活啊，慢生活，对对对，就是他，所以他问我啊，他说，哎，我来这边怎么样？就我跟他也说的，我说你就我的表妹啊，家里面人，我跟他说，我说你其实，如果你就是你要来这边，你当初还不如就不要去离开加拿大，我觉得差不多的，对吧？啊，真的，就加拿大那边可能，我认为就是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啊，就我个人觉得啊。但是呢，我说你已经去了新加坡啊，我觉得新加坡也是一个，我认为反正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地方啊。就我觉得如果让我们再去重新考虑，我们觉得新加坡、日本这种我们都可能会考虑的，对吧？啊，但是你说如果纯粹就是躺平，那我现在觉得跑到什么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什么这地方也不错，对吧？啊，因为如果就是说预期啊，就如果你几年以后，你在这边也不太可能能够赚钱的。像我的那个表妹，我也是跟她这么说的。我说你不要看你的这个工作经验啊，很厉害，对吧？但你这个东西，你到这边来，首先你又不会西班牙语，对吧？你重新练啊，然后就算你英语，你在这边，我觉得你就说你能到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你找到一个工作，大致可能还是跟旅游相关的啊，就不太会有像你之前做的那种工作机会，然后就是你可能也是5、6年之间，我觉得你都很难去工作的，对吧？就未来你这个年龄也到了，就等到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年龄，40多岁，就是说你去做什么呢？就很适应你的这种工作，对吧？所以我的这个建议呢，就是针对的是原来就是说本身就是在工作岗位上不错的，对吧？但是你说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哎，这个没关系的，你来去仓库里面就是扛包啊，或者去餐厅里面打工啊，对对对对，这个我真的不好说。我不好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对吧？就如果我干过，我肯定会把我真实的建议告诉大家，但是我没有干过。说句实在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大家要听，也要听一些真的干过这些事情的人，对吧？就不要像很多人，比如说我现在说啊，没事的，来吧，啊，这里非常好，然后你一来，这个华人多得很，找个仓库去干个活，然后你就能，对吧？因为你一来，不管多少钱都是得花下去，都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坑，对吧？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非盈利群体啊，还有就是要搞投资的，想未来去理财的，除非就是你啊，就你真的就一口气能够买这边几个房子，对吧？啊，你把它买了以后你租掉，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考虑，因为他们自己，对吧？我觉得谁啊，我觉得尤其是什么，我觉得就中介说的什么意义不大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是人家政府里面就是PP 党的主席，对吧？他肯定不会写这个东西乱写或者乱说，对吧？他肯定比我们或者甚至我认为在这边的什么华人都要懂这个社会，对吧？啊，所以就是他都写了这么多很现实的问题，对，就是像我就是很愿意相信的，对我也会考虑的。哦，如果在这边硕士他们都找不到工作，或者说工作很困难，然后你说我们这种敢想吗？甚至我觉得我的孩子，我觉得我也都不敢去想的这个，对吧？就不是说没有啊，就我们也认识，就我们邻居他的小孩就在银行里面上班，在巴塞罗那，对吧？啊，也是华人啊，就也是有的，但是就是他那个时代去银行里面上班，跟现在这个时代，你又要再去银行上班，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时代，就你人总是看这个东西是看
长久的嘛，对吧？就现在的这个趋势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如果像我让我重新考虑，我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花在西班牙的这些钱，我不如当时就是跑到一个什么泰国啊什么的地方，对吧？我天天享受有人给我就是生活上更便利一点，对吧？然后我投资一些金融理财类的东西，就过得就不错啊，就持续的稳定的收益，对吧？当然了，对我们来讲，现在也还没有那个晚啊，因为我也是就是现在越来越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你花掉了，比如说一些存款，这个钱其实你全是花的就花在学习这个社会，就像我们花了这么些钱，其实我们只是现在更了解这个地方，更了解这个社会。至于过去的那种产业，什么百元店啊，什么之家店啊，什么美甲店，美甲店，还有什么店？餐厅啊，餐厅，中餐厅，对，这都是过去的时代的老三样。就这个东西，现在未来它就很难，对吧？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一个那个视频，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他正在逐渐的离开西班牙，就之前的老的移民，对吧？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我们做这些视频，不是为了要唱衰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只是把人家非常真实的就他们本国的政府的或者说一些媒体发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对，这个我之前我也没看到过，就你看到了，对吧？因为我不太会到人家什么政府网站上去看人家什么党的主席写一个什么文章，对吧？但是我在此还想说一下就是对于这个 PP 党的这个主席德尼亚的这个主席，我是怀疑敬意的我相信你也是，对，就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谢谢。